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持续关心的是美国现在财政暴雷哦。首先我们要来关心到，因为这是最新的一个数字，债务是来到了正式的新高点，来到了债务飙破38兆美元。尤其现在政府官们已经正式的进入在第3周了。现在其实，在全美有4200万人还是领食物救济的。川普治下的美利坚帝国是否走向自爆倒数计时呢？今天会一起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刚刚提到了，确实现在他们的美债是创新高了，而且刚刚说了嘛，38兆美元，我们来用秒计算的话，是每秒增加21万美元的一个金额，换算新台币也是214万的这么高的一个金额哦，创历史新高。这是财政警讯还是美国经济崩溃的序曲呢？川普还撑得下去吗？在政治上，在经济上。第二件事情，政府关门3周，现在还有4000多万人领粮食券，但是现在有一件新的事情发生，就是说11月开始可能就不会发这些粮食券了。美国梦会不会变成债务梦呢？第3件事情，我们今天也会看到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快速的扩大当中。刚刚讲很多人在领粮食券的同时，富人却花1000万元包机出国去旅游，两个世界，这个美国内部是否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今天一起来做关注。好，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债哦，2个月内暴增了1兆美元，正式从37兆美元变成了38兆，换算新台币是1200多兆元，那么几乎是创了新的非战时的一个记录，增速甚至是2000年时的2倍。我们看到这个是联邦的债务哦，从1995年到现在2025年是持续的不断的快速攀升当中。来自于基金会的特别警告，他说过去10年美国光是支付利息就付出了4兆美元，他更不看好的事情是未来10年会更惨，会暴冲到14兆美元。那么我们也来看到是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最新预估，10年内美国国债规模恐怕攀升到 GDP 的120%，重击的就是这些房贷族了。由于利率升高，他们中产阶级未来会很难去买房子啊，尤其他们认为这个利率恐怕难以跌破6%，购屋成本接下来会居高不下的。美债这个时候突然间2个月暴增了1兆美元，是美国的这个国债出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还是内部财政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中产阶级接下来无法买房了吗？还有就是要关心的是，川普在政治上会不会自己先爆掉？李将军怎么看？如果说有投资理财的都知道一个数字哈，这72。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有72法则？什么叫72法则？这个如果利上滚利来讲的话，你将那个利率将这个72除以你那个利率，就是滚1倍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房贷利率，如果是6%的话，这个72除以6等于12哈，就是12年的时间，它就会滚1倍。你如果这栋房子当初贷款100万的话，那12年之后，这个如果本利滚在一起，就变这个所谓的200万哈。所以利息是跟时间上面是成这个等倍的关系。那美国我们看到哈，它这个美债不断的冲高，跟它利率也有密切的关系了。那如果说为什么川普那时候一直急着要降美债，也就是这个因素。那如果这个利息不断的推高来讲的话，那它很快的时间，它这个美债往上滚的速度会更快。尤其是说，它每年的这个预算赤字来讲，又不断在增加，这种是雪上加霜哈。所以未来来讲的话，我觉得38兆只是刚开始，那后来会成一个等倍急速的往上飙升。那美国在这种状况下，为什么这个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我就有这种感受。美国那时候，因为很多老百姓因为疫情关系，他不容易找到工作，他失业，所以我们那时候印象中就这个川普来讲，普发现金，发了很多现金，但是他发这个现金，他没有什么这种门槛限制，就每个人都平均发这么多钱。那时候我就发现，那一阵子就发现。不管是美国或我们台湾来讲的话，股市立刻就飙升。为什么会这样呢？比如说我是个房东我房子租给这个汉庭，那汉庭来讲的话，他因为没有工作没有赚钱，他就没有钱付房租，他就会被赶出去，被我赶出去在外面住。那现在国家给了他2万块钱，他这2万块钱赶快交给我来付房租，那他可以有地方住。但是我也发2万，他再给我2万，我就变成4万。这4万我去干什么呢？我不缺房子住，我就去投资到股市去，所以股市不断飙升。那对
本来就已经有这个一桶金、已经有钱的人，他会利上滚利，他会赚更多的钱。但对穷人来讲的话，他当初领了这个救济金，领了这个补贴金，他为了要吃饭，为了要租房子，尤其在美国，很多人是本身是没有房地产的，他必须要靠租屋来度日。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加深这种贫苦人员他们经济上的负担哈。所以我觉得美国来讲，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那有钱的人，你看当初因为这个因为投资股市利上滚利，他有钱去做豪华旅游。但对贫穷人来讲的话，他这个利息还是要付啊，所以到最后他就变成说是只能沦落于在这个赤贫线以下在讨生活。是同样的问题，那汉庭又怎么看？那接下来川普撑得下去吗？来自于政治上的压力等等。美国终于活成大家最讨厌的样子啊！欠钱不还，吵架不断，还怪别人害的。现在美国的国债是38兆美元啊，你没听错，这38后面再加12个零，这个数字大到什么地步呢？如果你每天烧100万美元，还要烧到耶稣复活加转世10次，都烧不完。所以彼得森基金研究会算得很清楚，未来10年美国光付利息就要14兆美元。这不仅是数字上的恐惧，而是整个财政结构上的崩塌，再加上现在的政治瘫痪，党争之下的政府完全停摆。华盛顿呢，这个政治马戏团上演了最新的大戏，谁能关门更久？联邦政府停摆了3周，而且参议院就像中了邪一样，把临时拨款的法案否决了8次。而且更离谱的是，白宫的官网竟然还开了一个实时的计时器。直播都是民主党导致我们关门的，这个时间越来越久，把一整个国家治理的危机硬生生搞成了娱乐真人秀。但是这个门票却贵得吓人啊！每周约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和 GDP 的增速放缓，全部由纳税人买单。而且停摆的杀伤力也是迅速扩散，75万的联邦员工瞬间成为被迫做白工的，要么无薪放假，要么无薪工作。国家公园变垃圾山，博物馆大门紧闭。机场安检大排长龙，因为连空管的人员都人手不足，而且更灾难的是，连发布这些就业啦、通膨等关键经济数据的统计局也熄灯放假。对，那这下好了，所以美联储他想要判断经济状况的好坏，就如同瞎子摸象，而华尔街的投资人呢，也只能够靠丢骰子来做决策。所以，川普上台想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现实呢，是他上任之后，财政赤字更大，税收减少，支出扩张。简单讲，就是一边减税送甜甜圈给富人，一边印钞票补助穷人。结果富人越甜，穷人越苦，通膨越严重，债务越高。好，确实哦，川普上任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美国整体的社会呈现越来越明显的一个 K 型化，也就是有钱人变得越来越有钱，穷人变得越来越穷。几个数据，刚刚汉庭帮我们提到，尤其是这个政府关门之后3周，我们看到联邦员工被迫放无薪假，那是人数越来越多。再来就是次级车贷的违约率也是越来越高哦，那也有一些小型的银行倒闭，那次级车贷的违约率更是超过了当时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目前呢，可以看出来，在去年光是在去年，全美被回收的汽车就高达了170万辆。刚刚提到了4200万人还在靠粮食券为生，但是11月开始，政府恐怕就不会发了。消费者信心崩到了27年的新低，60%美国人说不敢花钱。但是我们来看到2个光景。经济学家也特别警告了，美国经济恐怕出现重大裂缝，演变成一个结构性的崩塌。但是另外一方面，奢华旅游业者说呢，高资产的客户的需求不减反增，一趟家庭式的豪华旅游，5个人动辄可能他们会包机啊，或者是干脆买下一个岛来做旅游啊，花钱不手软，这个是达到1000万的一个旅游的金额。张将军怎么看？美国梦变成债务梦 ，K 型化社会越来越严重吗？美国最严重的就是它的国债太重了，38兆。如果到明年2026年，美国国债可能要破40兆。那么沉重的包袱，你光利息就搞不完。所以美国国债越重，它的经济周转的空间就越狭窄，因为欠太多钱了。那有没有办法去周转？我们讲的有一个回旋的缓冲的空间就没有了，受压缩了。美国贫富差距也大，又是它的问题。对美国，你不要以为美国很有钱啊，钱的就是有钱人是寡头。大部分都是穷人，是这个样啊。那贫富差距太大，比如它这状况怎么样？美国还有一个，美国储蓄率非常的低，对，4.6%。你赚100块啊，你花95块，你只存4块6毛，就这样，那就没有钱了。你没有钱，你就变成月光族。
月光族对生活的那种忍受度越差，因为他月光了，没有办法存钱啊。那将来要经济不景气或者他失业了，那我吃什么？因为我平常就月光，你现在失业了，那我只有吃食物，你领食物券去领食物，就这个状况啊。所以美国来看的话，它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私募信贷啊，跟它的总借款突破5兆美元。就是大家就像银行借的钱，这是大家借的钱突破5兆美元，这是大家借钱你还要还，你如果在失业，你怎么去还那个钱？你就变成比饮食卯粮还麻烦了。所以美国的这个状况是到现在为止看不到改善的空间。还有2个，第一个，美国的通货膨胀到达3%，换句话说都在增加嘞，它东西越来越贵哎，它的消费的年增率哦，每一年增加的5.5%。就是说，你买这些牛奶、面包还有蛋啊，你年增率增加5.5%，通膨是3没有错，但是你的消费年增率增加哦，对，因为你都要吃啊这基本的东西啊。那第2个呢，我们来看了美国利率现在是这个4.25%，也是高哎。你利率一高的时候啊，回旋空间越小，为什么？你就没有办法，大家不愿意去投资了，因为利率那么高，我怎么要去借钱去投资？也没有人去借钱，也很少人借钱去消费，因为你利率太高啊。是这样，那会造成它里面的消费市场的萎缩，这都是问题耶。所以一节还一节。那现在不要忘了，美国现在正在打关税贸易战。那这样的话，大家要收紧荷包，因为打贸易战、关税战是没有赢家，所以那怎么办？那人民的生活会更苦。那又这个贫富差距这种结构没办法改善。所以一般来讲，普遍的这种社会大众是我们讲填饱肚子就可以了。所以美国的经济问题、内部问题、社会问题、毒品问题太多了。所以川普在这边，我相信他的内政压力一定非常大。川普上任之后，美国到底有没有变好，还是一直往下沉沦呢？杨老师又怎么看？他的哥们当然是变好了，但是他的反对者以及他的支持者，其实尤其是基层的民众，生活越来越困难。是，美国有3.4亿的人口。大概有12%到14%啊，所以大概有4200万人口每天是靠领的食物券，叫 Medicaid， 或者叫做 SNAP 啊，也就是说营养补助的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券过日子。那前一阵子他不是通过一个叫做大而美法案吗？那开始在做大幅的这些石化产业啊，一些产业的投资。那他就要去删掉一些补助，以及一些医疗的补助，还有食物券的这个补助，像是他删掉了针对孕妇跟5岁以下儿童的这个补助案，他就把它拿掉，受了影响的超过大概有上千万的这个孕妇，所以类似的情况他就不断的在扩大。那因为他的刚刚提到他的国债38兆，大概1年要付1.22兆的利息。可是他去年大概美国的支出就是政府支出是6.75兆，那你扣掉1.22兆，你再扣掉1兆的国防预算，所以它整个就是大概在社会福利上面不到1.2兆，每个月大概至少食物券要有80亿美元，那现在就不断的被砍。因此我是觉得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帝国的扩张，也就是强权大国走向可能衰退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要不然就是一场战争被打败了，要不然就是你帝国的扩张过大的时候呢，你的经济支撑不下去。所以现在看到美国开始在收缩，这是一个做法。另外一个呢，就它内部的经济跟政治呢开始撕裂，开始分化、对立，甚至内部产生冲突，而长期无法解决。那你的生产力、你的教育、你的技术、你的制造就会整体的下降，你当然也没有什么创新。这个国家其实你就看到它可能在接下来2到3年之内，整体的会开始萎缩。如果这个现象不改善的话，但我不觉得会改善。川普还有3年呢，而且川普这3年他一定会想办法让他的下一任继续是共和党执政，否则他会被起诉的。对，所以呢，这个美国现在在国内的这种恶化的情况我觉得不会短期之内有什么太有效的改善。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